小心，小心有蛇！被蛇咬了。快！你醒了？你的嘴。元宵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嘴能成这样吗？谢谢。还真难得听你说声谢谢。既然你醒了，那我们走吧。啊，这个时候下山，恐怕又会迷路的。那是肯定的。那就等天亮吧。你身上有刀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借我用一下。看什么看？我要想杀你，我还帮你吸毒血干嘛？弄得我自己变成这个样子。快点，拿来。给。哎，我那可是一把价值连城的名刀啊！如果在你死之前没能派上用场，它就是一块一文不值的破铁。成功了！我，快点灭掉！为什么？快点灭掉！我好不容易。快点灭掉啊！我灭掉！快灭掉！快点灭掉！灭了！快灭掉！快灭掉！火已经被我灭了！火已经被我灭了！不信你看，你看没有火了，你看嘛，火已经灭了，我已经把火灭了，已经没火了。你看，你很怕火吗？没关系的，每个人都有他怕的东西，有的人怕老鼠，有的人怕蟑螂，还有人怕得病。没事的，没关系。没事，没有火也可以过夜的，别怕啊！这怎么办啊？有狼！好像就在附近。你去把火点上吧。你不是很怕火吗？没关系，我能忍。狼怕火，见到火他们就跑了。你快去啊！你等一下。
动，别动了。这样你就不怕火了。现在有火就暖和了吧？原来食无尽也有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啊！要是能把你嘴上那根香肠拿下来吃就好了。看什么？你为什么那么怕火啊？是我的噩梦。噩梦？ 20年前，施家灭门惨案的噩梦。什么？灭门惨案？就在那场惨案中丧生了。那时，吴夏刚刚出生，我9岁，吴恒5岁，吴健3岁。我爹是北方一个经营矿场的商人，家中富足。我娘亲是最好的娘亲，我们一家人很幸福。可有一天晚上，无忌，快走！无忌，快走！无忌，走啊！走啊！快走！不走！走！爹！爹！这里出什么事了？我去找吴恒和无忌，你带孩子快走。啊，老爷和夫人呢？夫人已经遇害。什么？你赶快走，火就要烧大了。无忌，快走，快走！走啊！走！快点！走！快走！哎呀，走！我不走！快走！走！走！我不走！快走！快走！走啊！快走！你放开我！磕头！我决定一定要找出凶手，给爹娘报仇，给惨死在大火中的施家人报仇。我一定帮你把孩子都抚养大，父亲，这个仇一定给你报。原来，你们几个人有这么悲惨的往事。那你们现在查出杀人放火的凶手是谁了吗？如果你能找到元凶是谁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一定要将这个混蛋千刀万剐！你干什么呀？你怎么了？你放开我！
被蛇咬了，又提起伤心的往事，大概神志不清了。没事，我不会跟你计较的。太远了，听不到。你能走路吗？可以。来。不用。为什么呀？我自己能走。你这样要走到哪辈子才能下山啊？那我也不用你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别逞强了。你就把我当成一只拐杖，总可以吧？来吧。大房主回来了，大夫人也回来了。你想好了，是你自己一瘸一拐的走进去难看，还是我扶着你难看？大夫人把大房主给救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他说的没错呀。慢点。你们去叫冷大夫来，就是大堡主被蛇咬了。是。你说什么？你没说什么呀？那封信是不是你写的？你怎么知道啊？奥龙堡还有哪个傻瓜能把秘密写成秘密啊？啊？还有哪个人进我房间能如入无人之境，把信放在那儿啊？那既然你知道，为什么还要上山呢？中午以后，山上有瘴气，我要是再不过去把你找回来，再过1个时辰，你就要晕倒了。所以你就把自己给弄丢了呗？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！堂堂的奥龙堡大堡主石无忌居然是一个路痴，哼！这要是被传出去，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呀？不过你还是有可爱的一面的。你为什么答应乳娘推迟婚礼啊？那是因为我对自己有信心，我相信我一定能在3个月内取得乳娘的信任。那你就是愿意嫁给我喽？那你呢？你为什么又答应乳娘要推迟婚礼呢？这么快就睡着了？
在用心聊天啊？花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他病倒了，被蛇咬的，好不容易才睡着。我困了，先回去休息了。去吧。知道你没睡着，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明明知道自己不认路，还到处乱跑，害得大家都担心你。你怎么会被蛇咬？今天要不是焕儿上山去找你，你要是再说话，我就该真的有事儿了。小姨，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小姨啊，我现在又渴又饿又累，赶紧给我弄点吃的吧。好，我马上去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，你先放这儿吧，我先睡一会儿。这想睡觉怎么不去床上躺着？是你啊？我担心你，就过来看看你，没耽误你休息吧？没关系，坐。你昨夜怎么没用龙少跟我联系啊？还不是因为食物记被毒蛇咬了，我给他吸毒血，害得我嘴巴都肿了。我想也是。那你们昨晚在山上是怎么过的？幸亏我胆子大，而且啊，我会生火。火？那我大哥他……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食物界也有这么害怕的东西。这也难怪，他的记忆太惨了。看来，我大哥把事情都告诉你了。真没想到，你们小时候经历了那么悲惨的灾难。是啊，那个时候我还不太记事，能够清楚记得当晚惨案的，除了冷叔乳娘，就是我大哥了。这个噩梦一直缠绕他近20多年，这20多年来，他日夜想的就是报仇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报仇。那他的一生不就是被报仇左右了吗？包括他的婚姻。什么？怎么？这个他没有告诉你吗？什么事啊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以为……你快说呀！我大哥认为，你爹与当年我们石家的惨案有关，所以他才娶的我，为的就是接近我爹，想调查他。差不多。石无忌，花儿，大少爷，这2天你要好好休息。石无忌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怀疑我爹是杀害你全家的凶手？你不回答，就是了。那娶我是不是也因为要报仇？我知道了。冷先生，你也一样吗？你也是为了报仇才进苏家的吗？你一直在作戏，一直都在暗中观察我们吗？对不起，大夫人。那么，也是你让无痕选了焕儿的？是。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焕儿？花儿，
你不要难为冷刚了，是我让他那么做的。冷刚，你先下去吧。我都明白了。不过，我要告诉你，你谋划的一切都是错的。我爹绝对不是你们石家灭门案的凶手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他父亲是石家灭门案的凶手？我说不是。乳娘，这一切都只是猜想。你猜测不会无缘无故的，肯定你还有什么证据吧？怪不得你就匆匆的把他给娶了。你出去。乳娘，我让你出去。以后你不要打扰我们无忌，我不会让他牺牲自己的婚姻，为了复仇，跟仇人家的女儿结婚的。乳娘，出去！花儿，花儿，你好好休息，端上来，吃点。石老爷，石夫人，我是焕儿啊，你们还记得我吗？很抱歉，我又来打扰你们了。那是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。石无忌就认定我爹是当年杀害你们的凶手。我爹是有一点点凶，可他心是好的呀。他每年都会施粥给穷人，他那叫花子也会给他们钱。我偷偷观察了他18年。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他，他一定不是坏人。可是，不管我怎么说，石无忌就是不相信我。所以我求求石老爷、石夫人，在天之灵告诉石无忌，我爹是清白的。焕儿先谢谢你们了。老爷，老爷你怎么了？我又做噩梦了。哎呀，自从那个冷自阳来了以后啊，你天天做噩梦。哎呦，是不是他把你魂儿勾走了？过2天我给你找个神婆，替你收收啊。行了，我以前不是也老做噩梦吗？哎呦，以前做梦不像现在这样，这一晚上叫好几次，吓死人了。行了，你睡吧。哎呦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出去走走。哎呦，穿上衣服别着凉了。啊，知道。老爷夫人，有人求见。表姐，表弟，你怎么这副模样？我爹他把所有家产都输光了，眼看就要进京赶考了，我只有来投奔你。我求你借我点钱，让我进京赶考吧。哎呀，老爷，
这是我的远房表弟有为。快快请起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更何况你还是个读书人，你怎么能随便下跪呢？这样吧，离考期还有一些日子，你先在府里住下，好好备考，什么都不要想。剩下的事情，我和你表姐会帮你解决的。谢表姐夫。你还没吃饭吧？刚好，今日是我孩儿无忌的9岁生辰，一起喝杯酒吧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坐坐坐，吃菜啊。有为，有为，姐夫啊，你怎么又在偷懒啊？你不要以为我给你好吃好穿，你就可以放松对自己的要求。我给你的都只是暂时的，你要想荣华富贵一辈子，就要靠自己争取。考期将近了，打起点精神来。哎，就管我起了一个吃穿了啊！整日挂在嘴上，你以为你是我老子吗？你在看什么呢？你，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谁呀？没谁，是只猫。是受了风寒。大夫，能不能想想办法？我表弟他要进京赶考，我常1个月肯定是来不及了。要是一般的风寒就好说了，他着凉之后好像受了什么惊吓，风寒由肺入心，不静养，就怕有生命危险呢。哎呀，这还是听大夫的，科举还可以再考，但是人命就只有一条。大夫，您开药吧，不怕贵，只要能治好，别留下什么病根。哎，好，跟我来。娘亲，表舅生病，是我害的。表姐，表弟，把这碗参汤喝了吧。哎，来，我来。
表姐，我表弟，你的烧还没退呢。表舅，表舅，表舅，来，无忌祝你早日康复，啊！无忌，我们走吧，让他好好休息。嗯。有了这个地契，石家几代都不用愁了。老爷，好好收藏起来。谁在那？是我。表姐夫，是我。有为，你有什么事吗？考期快到了，我是时候上京赶考了，想请您借我点盘缠。你身体还没有痊愈，大夫说让你静养，上京舟车劳顿，我怕你身体受不了。姐夫，我已经好了，不用多说了，回房休息去吧。您只要借我点盘缠就行了。回去吧，回房去。老爷，喝碗莲子羹吧。表弟，你在干什么？地契藏哪儿了？什么地契啊？冷子阳给表姐夫的地契藏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我对你的情谊。你告诉我地契藏哪儿了，我就带你一起远走高飞。我保证一辈子待你好，比表姐夫待你更好。表弟，你干什么呀？我们石家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们石家对得起我，对得起我。不是你的宝贝儿子，我会得风寒吗？啊！哎呀，而你们呢，连骂一句都没有。不是表弟，大夫说是你应该。好了。表弟，你不要一错再错。你现在停下来，我不告诉任何人。表弟，你住手！表弟，好了，表弟，你快放下，放下！表姐，快跟我走吧，我现在是有钱人了，啊！我会一辈子对你好，我会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。你做梦！你生是石家的人，死是石家的鬼。你给我！哎呀！快来人呐！来人不要想，不要想，不要想了，不要想了！过去20年，没有人会知道，没有人会知道。只要我不想，就绝不会有人知道。大少爷、二少爷、三少爷，大少爷啊，听说前几日你被蛇咬了，现在伤势怎么样？啊，已经好了，不必担心。大少爷，这次去苏家收获巨大。哎，冷叔，你快告诉我，那个苏光平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还有，那个大嫂是不是他派来的细作？三少爷，你别着急，我告诉你啊，
一开始呢，种种证据都证明苏光平就是当年石家灭门案的凶手，所以大少爷才派我去苏家摸底。可是调查结果出乎意料啊，苏光平不是凶手，而是夫人的表弟。哎，我说，你都发了好几天呆了，你到底在想什么呢？你相信我爹是坏人吗？你还在想二堡主说的话呢？我怎么都不相信，我爹真的会害死他们的爹娘。哎呦，我看你还是考虑考虑你自己吧。你是仇人的女儿，石无忌却把你娶回了家，那他一定是要对付你的。哎呦，早知道事情这么复杂，我就不趟这趟浑水了。我这是在做什么呢？你在那嘟囔什么呢？我是说，你快点完成老爷交给你的事情，我们就能早点离开奥龙堡了。离开奥龙堡？是啊。我说，你该不会对石无忌动感情了吧？怎么会呀？你别胡说！我怎么会对那个大冰山石头记动感情呢？没有最好。如果石无忌真把老爷当成仇人的话，那他一定早就打定主意，不会让你当奥龙堡的当家主母的。既然如此，也只好偷几本账本回去跟老爷交差了。哎，我说你快点做决定啊！你别催我呀，偷账本也是要找机会的嘛。大嫂，吴健，你爹苏光平，苏老爷，我爹怎么了？快说呀！是我们的表舅啊！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我是说，你爹是我们失散多年的亲戚，是我娘亲的表弟，是我们四兄妹的表舅啊！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，冷叔刚从你们家回来。什么？冷叔？冷叔也去我家了？是啊，他本来是想去你们家调查的，结果被发现，你爹竟然成为了我们石家的亲戚。那苏老爷还是不是奥龙堡的仇人啊？当然不是了。真的？真的，冷叔啊，他是不会骗我们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爹不是杀人凶手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哥，苏光平是表舅的事，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？疑点很多，目前我们所知道的都是靠苏光平一人所言，并没有什么其他可靠线索。石无忌，我早就说过，我爹不是坏人。你也在，正好做个见证。石无忌的怀疑是错的，我爹没有害死你们的爹娘。你已经知道了？是啊，吴健告诉我的。你先出去吧，
我跟武恨还有事情要谈。你还不相信我爹吗？你还要把他当做仇人，把我当成仇人的女儿吗？你先出去。你不用再说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那你怎么打算？让我想想。爹娘，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你们都看到了吗？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，苏光平到底是仇还是情？生平第一次，我的心里这么乱。可是冷叔说，他亲眼看见苏光平感念你们的样子。但是吴痕说的也有道理，这都是苏光平一人所言，根本没有什么其他可靠线索。我应该听他的话，应该三思而后行。可是为什么我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相信苏光平，相信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？难道是因为我再也不想过这样只有恨没有爱的日子？还是因为他？如果苏光平再不是我们的仇人，那我就可以和他毫无芥蒂的在一起。娘，你们会因此而责怪我吗？好了好了，你不要生气了，我给你倒杯水啊，喝水就不生气了。大夫人，大夫人。啊！哎，冷总管，快请进。大夫人，大夫人。冷叔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来。哎呀，这什么呀？你看看，这是你娘啊，让我给你带来的。您是？哎呦，请问你是从敖龙堡来的吗？在下正是。哎呦，太好了！难道您是？哦，焕儿小姐她娘？啊，我收拾了一点点东西，还麻烦您顺路给焕儿带过去啊！谢谢。我娘啊，她很记挂你，不过她很好，放心。嗯，你看吧，我走了。谢谢冷叔。哎，歇着啊。啊，您慢走。哎。哇，这是臭豆腐啊！哎，还有叫花鸡。哎，都长毛了。哎，总算有件实用的。怎么有一股臭豆腐的味道啊？怎么还有个锅呀？这是我用的最顺手的一口锅，没想到玉娘帮我偷回来了。嘿，还有这个。对了，老天帮我爹洗刷了冤情，一定是石老爷、石夫人显灵了，我要去谢谢他们。小姨，我走了。嗯。
怎么是你呀？大半夜不睡觉，翻什么墙啊？我拜祭祖先啊。为什么你不来呢？今天的你一定是很开心的吧？我的烦恼又要说给谁听呢？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有没有哪怕一瞬又想起我？多谢石老爷、石夫人显灵，你们的恩情，花儿永远都会记得的。站住！今天为什么来上香？我来感谢石老爷、石夫人，辨明是非，证明我爹的清白。你就这么相信你爹？当然相信了。可是我听说他对你并不好啊。他以前是非常严厉，对家人也并不亲切。那是因为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生意上。况且他是我爹，是生活在我眼前18年的爹啊，怎么可能会是杀人凶手呢？如果他真的犯错，你会怎么办？犯错？不管他做了什么，他都是我爹。你会离开他吗？当然不会了，我好不容易才……不管怎么说，我和我爹之间的感情，你是不会了解的。好，希望你不会辜负。下次再来上香，不用翻墙，找我拿钥匙吧。老爷，什么事？奥龙堡送来一封信，你看看他说什么。石无忌邀请您去奥龙堡做客。啊？老爷，您既然是石无忌的表舅，那么这以后就可以经常来往啊，亲上加亲。以后咱们有了奥龙堡做后盾，那江湖上的事情就不用怕了。你哪知道这里面的玄机？老爷，那您的意思是？去。哎呀！二堡主，冷兄，苏老板，一路辛苦了。哎，来，里面请。请。苏老板，请。哎呀，啊，表舅，你就是无忌吧？苏老板，有失远迎啊。你怎么还叫我苏老板？应该叫我表舅啊，要不叫我岳丈也行啊。对呀，大哥，现在就应该叫做岳丈了。啊，叫不出口。年轻人脸皮儿薄，慢慢来，慢慢来嘛。你就是无戒吧？你还认得我呀？当然记得。我走的时候，你才刚刚会走路啊。
现在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。拿着，这是表舅给你的见面礼。谢谢表舅。这位是乳娘吧？哎呀，我记得，你是无暇吧？嗯。哎呀，那时候你才刚刚出生，没想到出落成这么漂亮的一个大姑娘了。你长得真像你娘啊！你还记得你娘吗？好在有乳娘把你一手带大，真有劳你了。来，拿着，这是表舅给你的见面礼。谢谢表舅。哎呀，吴痕、无忌，你们两个一个是现在奥龙堡的大堡主，一个是二堡主，都长大成人，事业有成。我就不送你们什么见面礼了，否则你们要看清我这位表舅。表舅啊，您太客气了，应当是我们孝敬您才是啊。表舅啊，这真金白银的你也见过不少，我们就不班门弄斧了。哎呀，这一盒是我从辽东得来的上好的人参、雪花鹿茸和海东青，给您老补补身子。哎呀，这让我说什么好呢？那你们这份孝心，我就愧受了。表舅啊，这一路你也辛苦了，您先去休息，等晚些我们给您接风洗尘。好，那苏兄，我带你去客房，请。冷叔，我来送我爹回房吧，我有好多话要跟我爹说呢。也好，那就不劳冷兄了啊。那就表舅，请吧，请便吧。好，慢走，表舅。爹，我好想你啊。爹也想你啊。姨娘好吗？好。那焕儿呢？你们有派人去找？你这丫头怎么能在奥龙堡如此随便的说话呢？我问你，这石无忌知道你什么身份了吗？不知道。虽然他们认下了我的表舅，可是你还是要按兵不动，看看他们下一步怎么打算。爹，我们都已经是一家人了，难道你还要对付他们吗？你听我说，你看看眼前这一切，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客房啊，却是如此的豪华。再看看这个，这是他们送给我的补品，这点东西够一个普通人吃一辈子的呀。我今天仔细观察了一下苏光平，我记起他就是当年那个表舅。那时我年纪太小，我也记不太清楚。乳娘，你和冷叔应该不会看错吧？无忌啊，你真的认为当年的苏有为就是现在的苏光平吗？可是当年苏有为是住在石家的，他对老爷多有不敬，对夫人……乳娘，我知道你不喜欢苏光平，但是也不能否认他是亲戚的事实。无忌，乳娘理解你，你的心里呀，20年来都被复仇的阴云笼罩着，现在总算找到一个当年的亲戚，你心中好像乌云后透出了亮光。可是乳娘还是要提醒你，有句话叫“知人知面不知心”，你懂吗？焕儿，你想过没有把眼前的一切都变成自己的？没想过，怎么会呢？这都是石家的东西。我就是想要这奥龙堡改姓苏，凭什么几个黄口小儿就能拥有如此庞大的产业呀？我苏光平拼了一辈子赚下这点小钱，落得如此的地步，真是老天有眼呀！哼，让我找回了这门亲戚，
既然你们这么欢迎我，就休怪表舅我不客气了。爹，你又想做什么呀？我想做什么？你忘了当初我跟你说的那些话了吗？只要你做了奥龙堡的当家大夫人，就能掌握奥龙堡的产业呀。到那时，爹的梦就能实现了。爹，我没忘，可是什么呀？是不是你被那个石无忌拉拢了？没有。我警告你，你永远都不能背叛我。你娘当初就背叛我，伤害了我，所以我才不认你这个女儿。你知不知道？爹，你先消消气。我知道，我永远都不会背叛你的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我娘当初欠你的，我来补偿你。这才是我的好女儿啊！我问你，你和石无忌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什么程度？各位弟弟妹妹，在入席之前，我有2句话想说。花儿倒酒。这第1杯酒，我敬天地，是天地保佑，我们才能找到亲人。这第2杯酒，敬爹娘，他们在天之灵看到我们与亲人团聚，一定会欣慰。诸位，请入席吧，坐吧。花儿，表舅，这第3杯酒，我敬你。哎呀，无忌，感谢你这么多年没有忘记石家。让我说什么好啊？好，我干。大哥，既然大嫂是表舅的女儿，那我们岂不是亲上加亲？这样，大哥应该与大嫂早日完婚才是。是。表舅啊，我也敬你一杯。无痕呀，你终于不叫我苏老板了啊！请。表舅啊，我有一件事要向您请教啊。你说，为什么我们石家的玉佩会从你们苏家流出啊？玉佩是什么玉佩呀？我们也是从当铺得到的消息。哦，你是说你们石家那块祖传的玉佩？好，那我就当着诸位，把这块玉佩的来历说清楚。那场大火烧得太突然了，我一下从梦中惊醒，呛得我喘不过气来呀。我只好破门而出，廊子里、院子里，到处是滚滚浓烟，烈火熊熊啊！我慌不择路，一下子闯进了一个房间。我看见火光中有几个珠宝盒，我不假思索，拿起一个就冲了出去。我翻墙而过，来到了外面。我回头一看，
哎呀，你们石家大院整个被大火吞噬了，我喊呐，喊破了嗓子也没有人来呀。我这急火攻心，一下子我神志不清了，鬼使神差，我一气就跑出了几十里地远呐。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，我是坐在一艘南下的破船上，当时我是衣不遮体，可是双手还紧紧地抱着那个珠宝盒。我说这些，就是想告诉你们，表舅绝不是趁火打劫，绝没有图你们石家财宝的歹意呀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我只好向你们赔罪了。在天姐姐、姐夫要是有灵的话，就还给我一个清白吧。爹，爹。表舅，表舅，你无需自责，这都是人之常情。无忌，我等你这句话等了20年了，我心头的这块石头总算是搬掉了。你们石家祖传的那块玉佩就在那个珠宝盒里，我后来迫于生计，是卖了一些珠宝，可是这个玉佩我始终留在身边呢。可是有一天，我忽然发现它不见了，找不着了。我就想，这恐怕是下人或是杂工们偷出去变卖了呀。对，这种事经常在苏家发生，我可以证明。听说你还去过当铺查问过？对，我是去了当铺。不，我不是去问玉佩的下落呀，我是听说你们把当铺给买了，我完全是出于长辈对晚辈的关心，过去看看的呀。那么，苏婶现在人在何处啊？苏婶？哦，苏婶是不是咱们家的那个下人呢？对，早被我辞退了呀。你是说你怀疑那个玉佩是他偷出去的？这太有可能了。表舅，我有一事不明白。请讲。据你所说，当你发现火光，便带着钱财走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救老爷和太太呢？难道你已经知道老爷太太被人害了？哎呀，第二，为什么跑出石家，不去官府报案？难道你就是凶手，畏罪潜逃吗？哎呀，乳娘，你怎么能说我是凶手呢？我只是什么？我只是害怕呀。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？由于那场大火，我已经受了惊吓，神志不清了呀，一口气就跑出几十里地呀。哎呦！所以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觉得愧对我的表姐夫呀。你别猫哭耗子，假慈悲了。如果你心里没有鬼，为什么这么多年隐姓埋名呢？乳娘，你如此逼问我，好，我也只好说出这个秘密。我本想让他烂在我的心里，可我毕竟也是堂堂7尺男人，我怕我说出来被你们笑话呀。自从那场大火之后，我就惊吓得得病了。我不能想起那场大火呀，只要一想起，
我就会神志不清啊！爹，到了南方之后，我不管是住客栈还是做买卖，我总要签字画押烙印。我一看到自己的名字苏有为，我就会想起那场大火，我就会神志不清啊！我就为了能够慢慢的清醒过来，我就把我的名字改成了苏光平，这样我才慢慢的恢复了过来。这就是我隐姓埋名的秘密。上次冷兄到我家，说是要追查凶手。无忌呀，您要追查谁呀？难道是表舅我吗？啊！冷叔啊，你来解答吧。那天夜里，我听着老爷的叫声，就从卧房里冲了出来。当时大火已经烧起来了，在火光中，我看到几个黑衣人举着火把，肆意放火。是，后来我也听说那些黑衣人都是山贼呀。后来官府定案是山贼劫财害命。哎，这个大火案不是已经了断了吗？此案不能就这么了断，因为真正的凶手还没抓到。还有凶手吗？那一夜，在那伙杀人放火的山贼中，有一个人没有蒙面，他的脸长得很特别，我一眼便记住了他。他长什么样？一脸络腮胡子，胡子又密又长。他好像是那伙人的头领。当时我只顾得上去救老爷和夫人，没有跟他交手。但是在火光中，我看清楚了他那张脸。冷兄，你这一说，我好像也在浓烟烈火中看到过这样一张脸。就是此人。可是，当官府处决那些山贼的时候，我去刑场看了，却没有看到这个人。当时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官府，可是官府置之不理。当时我十分不解。可就在那天夜里，我们住的那个客栈里，来了个杀手。杀手？更奇怪的是，那些人穿的是官靴。官靴？那就是官府的人啦。所以，这一定是一场官府跟山贼联手的阴谋。那时候我们势单力薄，冷叔和乳娘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，所以带着我们逃走了。但是这么多年，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去查清这个阴谋。那就去找当年查办此案的官员不就行了吗？那个官员不久后被发现服毒自杀了。啊！我们怀疑他是被杀人灭口了。到底是有多大的阴谋啊，害死了这么多条人命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揪出这个幕后主使，替我爹娘，替所有人报仇。一定要抓住他，也替我找回清白。爹，娘，你们在天有灵，睁开眼，看看这位站在你们灵前的人吧。你们还认识他吗？他就是当年借住在我们石家娘的表弟，我们的表舅苏有为。
他当年在我们石家，爹娘待他如亲兄弟般，供他吃，供他穿。安心读书，准备进京赶考。谁知有一年，突然起了一场大火。武恒，说什么呢？我在向爹娘介绍表舅啊，不然他们阴阳相隔这么多年，怕是已经忘了他的真面目。啊，是真面貌。你说的话有些不成体统。有吗？或许是刚才酒饮多了吧，会有点口不择言。你先回房去睡吧。好，表舅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不要见怪啊！不会不会，吴恒他爱开玩笑，这我早就知道。无忌呀，我想今天当着你爹娘的面儿问你个事情。什么事儿？你对晃儿是不是有不满意的地方？何出此言啊？那你既然没有对晃儿不满意的地方，为什么还不和晃儿完婚，娶她进门呢？无忌呀，虽然我们苏家和你们奥龙堡相比是小门小户，可你知道，女儿总是爹爹的心头肉啊。这次我来奥龙堡，看到晃儿受到这样的待遇，我心里十分不忍呐。是我怠慢他了。不，你也不要这么说。我想今天当着你爹娘的面，当着我表姐表姐夫的面，能不能把你和晃儿的婚事定下来，你们早日完婚？我想等喝了你们的喜酒，再回杭州，你看如何呀？好。无忌啊，你能答应？我真是从心里高兴啊！哎，表姐表姐夫，你们真是在天有灵啊！当年，老爷收留苏有为，是因为他口口声声说啊，要赴京赶考，老爷便供他一切吃穿用度，只让他安心读书。谁知他却一直偷懒，被老爷撞见了几次。有为，老爷是个严厉的人，难免会训导他几回。他当面没什么，可是背后就说一些不敬的话。你以为你是我老子吗？那这么说来，确实有点忘恩负义之嫌。何止啊！还有啊，有一次，他偷看夫人换衣服，被我撞见了。什么？他跪在地上求我，所以我就一直没有说出来。现在我想，昨天我和无忌商量过了，他和晃儿很快就要完婚了啊！我算过了，再过7天便是一个黄道吉日啊！大哥，这事是真的吗？啊，7天，那我和秀女们一定要赶紧准备嫁衣了。哎，是该好好准备起来了。无忌是奥龙堡的大堡主，虽说婚事办得有些仓促，但也一定要办得有模有样啊。那我还是出去看我能做点什么吧。对。无忌，是你自己决定的吗？哎，无忌是奥龙堡的大当家呀，又是赫赫有名北方6省的商业霸主，难道决定自己的婚事还要和什么人商量不成吗？爹，娘娘不是这个意思，她只是担心我，怕我没做好准备。你不要解释了，我不需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善意。他说的对，无忌做的决定，我无话可说。我按自己的职责，
把婚礼办好就是了。恭喜你，也恭喜你。你们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做决定呢？哎，花儿，我们一个是你爹，一个是你将来的丈夫，决定你的婚事还要征得你的同意不可吗？那也要考虑考虑乳娘的感受吧。乳娘？哼，乳娘不过是一个下人。爹，乳娘她不是下人。哼，不懂事的孩子。娘，别生气嘛。无忌哥哥成亲是好事儿呀。那要看他跟谁成亲。只是原来我认为啊，他不配做，现在才知道是苏光平的女儿。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她登堂入室，做奥龙堡的当家主母呢？可是我回来堡里的这些日子，我听到上上下下都在夸赞这位未来的大夫人呢，就连无界无暇都很喜欢她呢。她会收买人心，就更加可怕了。娘，大夫人，不，苏小姐在门外，她要见您。她来干什么？就说我不舒服，让她回去。是。哎，乳娘，大夫人，花儿听说您不舒服，就特地来看看你。您哪里不舒服啊？我心里不舒服。那花儿更是来对了，花儿就是来给您治心病的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想知道，乳娘您究竟对我哪里不满意呢？《孝经》和《列女传》，你究竟读过哪本？为什么不缠足？无暇也没缠足啊。无暇天生小脚，你一副大脚板，手上有老茧，说话粗声大气，既不知书达理，又一副不庄重的样子，怎么当好奥龙堡的当家主母？哎呀，娘，你也太严厉了，吓到人家了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有被吓到，我只是第一次被人说了这么刻薄的话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最起码我知道该怎么努力了。书呢，我正在读，而且会一直努力的读。现在缠足好像也晚了点儿，手上的老茧也只能长在上面了。说话的声音我会尽量控制，不吓到别人。我也不会到处乱闯，但是如果有事发生，我还是会第一个冲到前面的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占有什么权利，要统治谁、领导谁。我只是想，奥龙堡的每个人看到我都是开心的，充满阳光的，对生活充满希望的。但是如果你非要我做一个娇滴滴的大小姐，恕焕儿不能苟同。不过，我还是希望您能接受我。您是无忌他们的乳娘，也是他们的恩人。我们的婚事如果没有您的祝福，我想无忌他一定很难过的。今天我来这里，本来以为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让您接受我，可是也许我离您的要求太远了，打扰了。不过我会一直努力的。娘，我觉得她是个好女人呢。她的确不像苏光平，倒有光明磊落。可是她太鲁莽了，自以为是。我得想个办法，别让她这么嚣张。好孩子，你嫁给无忌做二房吧。哎呀，娘，你怎么还说这样的事儿啊？上次你跟无忌哥哥提，被他拒绝，已经够丢人的了，害得我躲在房里1个月都不敢出门。你怎么还惦记这件事儿啊？可是情况不一样啊，奥龙堡需要你呀。如果你给无忌做了二房，就能随时监督那个苏焕儿，省得他与苏光平里应外合，做出伤害奥龙堡的事情。再说他这么没教养，要是有你在呀，还能给奥龙堡啊挽回点颜面是吧？那我呢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怎么，你不愿意嫁给无忌？为了奥龙堡，为了无忌哥哥，
你可以牺牲一切，包括你女儿的幸福。难道你看不出来我跟无忌哥哥之间只有兄妹之情吗？不管是他对我，还是我对他。青儿，娘也是疼你的，娘是希望你嫁一个好人家。如今像奥龙堡这样的也没有几户啊。再说了，无忌也是有情有义的，我相信啊，他不会亏待你的。你根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。哎，小姨，哎，天哪，你哪来那么多书啊？跟学堂先生那儿借的。你借这么多书干嘛？你要去赶考啊？比赶考还难。找到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闭关读书，你们谁也不要来打扰我。小静，今天天气真不错。小姨啊，你说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手变得细嫩光滑呢？